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本命年藏惊喜，谭松韵首登春晚守口如瓶，四川话送福圈粉全网。如果说春晚是一年一度的全民情绪集散地，那么谭松韵在四川宜宾分会场的出现，无疑是这个夜晚最轻柔却后劲最足的一次情感投放。没有铺天盖地的预热，没有提前释放的通稿，甚至连最亲近的家人都被蒙在鼓里。直到除夕夜的电视屏幕亮起，那个熟悉又骄傲的身影出现在舞台中央，惊喜才真正完成闭环。这不是营业式感动，而是一场被时间和克制精心打磨过的情感呈现。一次守口如瓶的选择，胜过千言万语的告白。没说，就是希望有惊喜。双引号。谭松韵在采访中的这句话，看似云淡风轻，却击中了无数观众的内心。他不是不知道春晚意味着什么，也不是不清楚这份荣耀对家人来说有多重要，正因为清楚，他才选择了隐瞒。在这个习惯提前官宣、预热到疲劳的时代，他反其道而行，把人生高光时刻留到了最合适的时间点。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等级的情感表达。不少网友感慨，能忍住不说，其实比说出来更难。也有人直言，这才是真正的浪漫，不炫耀，不透题，只为那一刻的震撼。双引号。家乡舞台加本命年，情感浓度被拉到极限。对谭松韵而言，这次春晚的意义远不止第一次。本命年、家乡宜宾、央视春晚，这三个关键词叠加在一起，本就具备极强的情绪重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他在经历人生重大失去之后，依旧选择站在舞台中央，把祝福与笑容传递给观众的一次亮相。他没有刻意煽情，也没有在舞台上讲述故事，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，用最熟悉的乡音说出一句祝福。那种从容与笃定，来自时间，也来自他对生活的理解。一句四川话，击穿屏幕的距离感。巴适的板，安逸的很。双引号。当这句地道的四川话从镜头里传出来时，弹幕几乎瞬间被刷满。没有修辞，没有设计，却精准击中了观众最柔软的地方。网友评论里有人说，这不是明星在说话，是邻家姑娘在拜年。也有人感叹，一秒回老家，眼眶直接热了。双引号。在娱乐圈高度同质化的表达中，这种毫不修饰的真实，反而显得格外珍贵。它让舞台不再遥远，让明星不再悬浮，也让春晚重新回到团圆的本意。隐瞒不是距离，而是更高级的靠近。很多人被这次惊喜操作打动，是因为它让人重新思考亲情的表达方式。并不是所有的爱都需要提前告知，也不是所有的关心都必须大声宣扬。谭松韵用行动证明，爱有时候需要一点延迟，才能在对的时刻释放出最大的温度。他把掌声留给舞台，把惊喜留给家人，也把最自然的笑容留给观众。这份分寸感，正是他一直以来最打动人的地方。网友热评，他身上有一种不会过期的温柔。春晚播出后，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，评论区呈现出罕见的一致好评。他不是在表演感动，他就是感动本身。双引号。看他站在宜宾舞台上，我突然懂了什么叫跟。双引号。不张扬，不消费苦难，这种温柔太难得了。双引号。娱乐圈需要这样的存在，安静但有力量。双引号。更有不少观众提到，他的出现让春晚多了一种久违的生活感，不是宏大叙事，而是细水长流。成长不是改变自己，而是更稳地站在原地。从早年的灵气少女，到如今的从容演员，
谭松韵的成长从来不是颠覆式的，她没有急着转型，也没有刻意追逐标签，而是在一次次作品与选择中慢慢沉淀。这次春晚亮相，某种程度上正是她这些年状态的缩影，不急不躁不喧哗，却始终被看见。春晚之后是更长久的路，当宜宾的灯火映亮夜空，当电视机前的家人从震惊到落泪，这个夜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次舞台演出。它是一份送给家人的礼物，也是一份送给观众的情感回馈。在这个人人都在加速的时代，谭松韵用一次慢的选择提醒我们，真正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声量，而是用心。如果说春晚是热闹的，那么它的出现就是热闹之中的那一束暖光，不刺眼，却足够温柔，照亮很多人的除夕夜。从被看见到被记住，春晚效应的长尾回响。春晚结束之后，谭松韵并没有立刻进入密集营业模式，没有连轴转的采访轰炸，也没有刻意强化春晚标签，但她的名字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被提起。这恰恰说明，这次亮相的影响力并非靠热搜堆砌，而是靠情感共鸣自然发酵。不少业内人士指出，春晚舞台从来不缺明星，真正稀缺的是让观众愿意记住的人。谭松韵的优势正在于此，她不制造记忆点，而是让记忆自己发生。有媒体评论道，她不是用表演征服春晚，而是用生活气息融化春晚。这句话在社交平台被反复引用，也精准概括了她此次亮相的独特价值。娱乐工业语境下的反套路样本。在高度工业化的娱乐体系中，明星的一举一动往往被精确计算，曝光频率、话题走向、情绪曲线，甚至连感动都可以被量化复制。但谭松韵的春晚事件却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反工业感。他没有把首次登上春晚包装成里程碑式的个人成就，而是将其转化为一次亲情表达，没有用煽情叙事博取同情，而是用日常情绪拉近距离，没有强调我多不容易，而是安静地说希望有惊喜。这种选择在当下的娱乐环境中并不讨巧，却极其耐看。一位资深制片人评价说，他的情绪管理能力非常成熟，知道什么时候该收，什么时候该留白。而留白恰恰是最容易让观众投射自身情感的空间。本命年的象征意义不是迷信，是心理锚点。很多观众注意到本命年这个关键词，并非偶然。对于中国人而言，本命年从来不只是时间概念，更是一种心理节点，是回望与重启并存的时刻。谭松韵选择在这样的年份，以家乡为舞台完成春晚首秀，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象征意味。它像一次温柔的自我确认，我从这里出发，也仍然属于这里。心理学层面上，人们在重要节点更容易被仪式感打动，而谭松韵无意中完成了一次高度完整的情绪闭环，时间、地点、身份与情感高度统一，观众自然更容易产生深度共鸣。网络舆论的罕见一致，没有撕裂，只有祝福。在舆论场高度分化的当下，谭松韵此次春晚亮相引发的讨论，呈现出一种少见的低噪音状态，几乎没有争议点，也缺乏对立话题，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温和、善意、带着生活气息的评论。他一出现，我妈突然坐直了。双引号，这种演员看着就让人放心。双引号，不喧哗，但一直在。双引号，他身上有一种很长久的力量。双引号，甚至连平时对娱乐新闻兴趣不大的中年观众，也在社交平台留言，这姑娘一看就是家教好。双引号，这种评价或许不够炸，却极其珍贵。它意味着观众并不是在讨论一个话题人物，而是在认可一个长期稳定、
值得信任的公众形象。从演员到公众人物，他完成了自然过渡。很多演员在某个阶段都会遭遇身份焦虑，如何从演得好走向站得稳？谭松韵的路径显得异常平缓，却极具示范意义。他没有急着给自己贴上宏大的社会角色标签，也没有刻意承担过多象征意义，而是在一次次被看见的瞬间中，完成公众人物的自然过渡。春晚这次只是一个节点，而不是转折。它证明的不是他够不够资格，而是他已经准备好了。祝福与期待，温柔的人值得更好的时间。春晚之后，关于谭松韵未来发展的讨论也逐渐升温。有人期待他继续深耕现实题材，有人希望他挑战更复杂的人物层次，也有人单纯地说他慢慢来就好。双引号。或许正如网友所言，他不是那种需要爆发式成功的演员，他适合长跑。双引号。在这个追逐速度的时代，能够被允许慢慢来，本身就是一种认可。而谭松韵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这种空间。结语：真正的高光往往很安静。回看这次春晚事件，最动人的并不是舞台规模，也不是话题热度，而是那份不动声色的用心。他把人生的重要时刻轻轻放进了除夕夜的烟火里，把对家人的爱藏进了一次守口如瓶的选择，也把属于自己的高光交给了时间去慢慢发酵。或许正因如此，这份感动才没有迅速褪色，而是留在很多人的记忆深处。在喧闹之外，在灯火之下，有些温柔不需要被反复强调，它站在那里就已经足够明亮。